请稍等一下啊，我听说这次谢氏的代表应该是谢氏集团谢天佑董事长的长子谢小飞啊，怎么没看到他？我们飞总他难不成他觉得这次的谈判并不重要，所以没有必要亲自出马？不是这个原因，主要是哦，当然不是你们说的这样。实不相瞒，我们飞总呢刚到中国就因为水土不服，身体一直不好，直到昨天他终于病倒了。飞总本人是非常想过来的，但是我们怕他因为身体的原因耽误大家的时间，所以就没有让他过来。飞总让我转达说，等他身体好了，一定设宴补偿各位。喂，没事儿，明天再说呗。拜拜。哟，聊着呢。怎么样啊？聊的，给我讲讲呗。飞总，您如果不舒服，别勉强自己。我身体不舒服，我怎么不知道？您身体不好的话，我先送您回去吧。干什么？谁不舒服了？飞总既然来了，那就一起聊一聊吧。哟，杨潇啊，啊，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我是谢氏的谢小飞。飞总昨天没少喝酒吧？哦，知道今天要开会，就没喝尽兴。哎，你们聊完了跟我说一声，外滩随便选，吃喝我都包啊。飞总明知道今天有重要的会面，还如此的我行我素，很明显没把我们科外放在眼里嘛。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科万也没有必要再以礼相待了。童小姐，我们就先告辞了。杨总，走。稍等一下，我可以解释。不谈就不谈，拽什么拽？科万有什么了不起的？杨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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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真的很抱歉。童小姐，谢公子今天的表现足以证明谢氏集团对我们今天的谈判并不是很看重。其实我早有耳闻，他是出了名的浪荡公子，可是我没有想到他今天竟然用宿醉、迟到来回馈我们的真诚。今天真的很抱歉，我替谢总向您道歉。今天发生的所有的不愉快，责任都在我们。但是我一定会给您一个解释，请您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会让您看到我们的诚意，拜托了。脸色不太好啊。你为什么要这样？什么为什么呀？你明明昨天还表示对这个谈判很上心，为什么今天就变成这样跑过来？昨天晚上有个局，我实在是推不了，就去了。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么多人为了这个谈判付出了多少努力？行了行了，我去跟他解释，啊，跟你们都没关系，都推到我身上。你以为我是怕担责任吗？那不然呢？那我弥补给你，我弥补给你还不行吗？算了，等会儿，什么叫算了？一起吃午饭吧，我们。不准走。您还有什么吩咐吗？您啊，您。你昨天晚上还对我那么可爱，干嘛今天又对我那么凶？
现在事情已经变成这样了，我可爱不起来。我都说了，这事儿跟你没关系，我会负责的。这个谢小飞也太过分了吧 ！CAEA 的人竟然还要帮他掩饰，他把我们当什么了？小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哪儿奇怪？柯万和谢氏这次那么大的动作，谢小飞就算再混蛋，他装也得装一下吧。结果他却在谈判的前一天通宵喝酒，这太不正常了。你的意思是？我是觉得这个谢小飞这次的举动，很有可能是设计过的。他可没你想的那么高明。不，我得好好想一想，这件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崔子，你先出去，我想自己待会儿。领导，你不要太自责，这次没谈好全怪那个谢小飞。你躲开好吗？领导在休息，谁都不能打扰。哎呀，你烦死了！我找的真有急事儿。不许进去！不是你让我不许进去！真有急事儿，你给我看！你干嘛？你放开我！我不放！你放不放？我不放！你不放我喊了啊！非礼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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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你看，你把领导吵醒了吧？我找童姐有急事汇报。童姐，我刚才看见肖翔在周总的办公室里面鬼鬼祟祟的，肯定没好事儿。就这事儿啊？没兴趣。不是，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啊！肖翔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他资历比你深，但是业绩一直都不如你，所以他老觉得周总袒护你，把好项目都给你了。这次你跟科办的会搞砸了，他肯定逮着机会在周总面前打你小报告呢。你长点心行不行？他爱说就说吧，我事情确实搞砸了，我能说什么？喂，周总。好，周总让你去一趟。你看，进来。童威，你待会儿把谢氏跟科万集团的谈判资料打个包发给肖翔，以后这个案子肖翔会跟进，你就不用再插手了。怎么，有问题吗？童威，我等你邮件啊。老肖，你这样有意思吗？什么口气嘛？咱们这是正常的工作交接，你这是对我有意见呢，还是对周总的工作安排有意见？没错，你资历比我深，我不应该当面顶撞你。还有今天的案子确实是我谈失败了，但你不用这么着急，幸灾乐祸过来告状吧。你这就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我从来都没有告过你的状啊。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清楚。周总，今天谈判失利确实是我的原因，但是我希望从哪儿摔倒能从哪儿站起来，希望您再给我一次机会。童威，到底我是主管还是你是？我现在说话你都当耳旁风了。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就照做。可是没有可是，要么服从，要么辞职滚蛋。童伟，那我回办公室等你邮件啊。
周总，那我先过去。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么冲动啊？我就是不甘心。肖翔是什么样的人，我比你更清楚。以前你的项目他也打过小报告，可是我从来没有质疑过你的能力。那为什么这次要相信他？你知不知道，李向忠已经把今天开会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跟纽约总部汇报了。就在半个小时以前 ，CAA 的纽约总部打电话来，指责我办事不力，派出的谈判专员经验不足，导致谈判开局就失利。他们认为这是对谢氏的严重怠慢。我是你的上司，可我的上面还有总部，我也有压力呀。对不起，周总，刚刚是我太激动了。我知道为什么你这么拼，可是现在正在风头上。如果我一味的保你，只会让大领导更加的不满。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的决定。你看看这个，这是金银猫，一家互联网金融科技公司，他们现在正在进行 B 轮融资。领投方是美国那边的老牌投行华盛，现在委托我们来谈判。你换换案子吧，就当换换心情。你可不要小看这个案子，能让华盛这种有100年历史的老美投行看上这家公司不简单。他们 A 轮就有几家知名的上市公司投资，估值20亿呢。谈判时间有了吗？下周。这么赶？不难的话，也不会找你来做了。等这个案子做完了，你也好好休息几天。领导，周总找你说什么了？没事儿。正好，趁这个机会放个假。你要放假？不会是周总的意思吧？这也太不公平了。公平是要靠自己争取回来的。那我们下午的会还照常开吗？开啊！我们为什么要为别人的失误买单？好。资料都准备好了吗？今天务必要交接清楚。都准备好了，放心吧。Cici， 会议室我们没定吗？我跟后勤部提前1个星期就已经定好了呀。会议室我们已经定了，给你们5分钟收拾一下。聋了？听不懂人话吗？出去！哎，你这也不算人话呀，这不是妖话吗？你再说一遍，你信不信我挠你啊？你再说一遍。蒋可，注意你的态度。这里是公司，不是什么大卖场。你总是这样子唧唧歪歪的，会给你的领导丢脸的。会有人在背后说你们上梁不正下梁歪。老乡，你有空还是关心一下自己团队的业绩。每一次都靠捡别人的失误来创自己的业绩，1次2次还可以，时间长了谁还施舍你一辈子啊？什么施舍？你说谁呢？啊？5分钟已经到了。我今天就坐在这里了，我看你挠我怎么样。哟，2位经理都在，怎么了，芝芝？陈部长，您来的刚好。这
这个会议室呢，1个星期前我们已经定了，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他们几位坐在这儿。小吴，还不去查查到底怎么回事？会议室确实是童薇姐他们先定的，但是肖老师说童薇姐的项目都由她接管了，她急着要用会议室，我以为2位经理都已经处理好了呢。什么你以为？工作中最忌讳的就是想当然。是我疏忽了。童经理，小吴刚上班，刚刚接手，工作中难免有些差错，您大人有大量。童经理，不好意思。所以，现在这个会议室应该谁用啊？你看，肖经理手上项目多，要不今天先让他用。再说你也可以休息休息，最近你累的身体也偏瘦了。哎，童薇，你就惜福吧。我们小组也特别想休息，可是我们忙的一点时间都没有。既然陈部长开口了，今天我们就先让了。希望公司以后不要再出现这样的纰漏。哎，他不就喜欢那个胜者为王、败者为寇那一套吗？就今天这次失败了，回去让他好好品味品味。开会。哎。买杯冰茶给大家降降火。现在就是给我冰川也解不了我的怒火。哎，你们看见潇潇那副嘴脸啊？哟什么？呸！小人得志。就是，竟然用那么 low 的手段，真不要脸。哎，以后啊，他要是再敢这样的话，我挠死他！我干嘛呀？让你冷静冷静，就你那样，你挠谁呀你？童姐，你没事吧？骂完了吗？骂够了就收拾一下心情，把骂人的力气用到工作上。周总这次给童薇姐休了几天假，她休假的这段时间呢，我们组照常工作。我已经把工作日程表发到你们的邮箱里面了，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问童薇姐。童姐，你就放心的休假去啊。这次休假之前呢，周总给我派了一个案子，你们看一下吧。哎，金鹰猫，我一直在用它理财，收益可以随时查看。看，今天又能吃到好吃的了。那前期的资料整理就交给 Kiki。好。Nice。嗨，谢小飞，我们又见面了。赵总监啊，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我一直在想，飞总是不是对我们科外有什么误会啊？没有啊。那为什么要故意搞砸第一轮谈判呢？故意？不好意思啊，可能是那天我玩的太过头了吧。你还有什么事儿吗？不对，你不是这样的人。你买了头等舱的机票，就会因为好心把它让座给了生病的老太太。我突然越来越期待科万跟谢氏的这次合作。我也拭目以待。你还有什么事儿吗？没事的话，先回去吧，别妨碍我打球，谢谢。我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童姐，那没什么事的话，我们先走了。好，童薇姐，拜拜。你还有事吗？
领导，我知道这次项目被撤对你的打击挺大的，不过没关系，有个名人不是说了吗？要走向成功的康庄大道，那必定要经过那失败的羊肠小道。哪个名人说的呀？那我不记得了，反正特有名。哦，你是想说菲尔普斯吧？失败是到达成功境界的第一步。对，就是这句。他呀，要是知道自己这句话被你改编的这么接地气，估计要气得复活了。那我就是一命还胜造七级浮屠。对对对，胜造七级浮屠。你终于笑了，来，给你吃点甜的。我还给你订了个 SPA， 你呀，今天就好好过去放松放松，晚上回家睡个美容觉。我知道我特别好，不要太感动哦。巧克力我收下了 ，SPA 我就不去了，谢谢你。你也回去好好休息吧。那好吧。做起来一定会非常的顺利，而且时间会非常。哎，飞总，哎，飞总，哎，请坐。飞总，您来的正好，我们正在加班加点的讨论谢氏同科幻的合作呢。要不您一起听一下，给我们提提意见，指导一下工作。人呢？啊？人？童威，童威。哦，飞总，您是打听童威经理呢？他那不是出师不利被撤了吗？啊，还是年纪轻经验少，您多担待啊。哎，不过您放心，我们 CAEA 对谢氏非常的重视，所以周总特意把我跟我出色的团队从别的项目组里边调了过来，就是为了能够在合同期限内。飞总，您不多留一会儿。要不您对我们第2轮的谈判再提供一些良好的建议。第2轮问谁呢？问你呢？你问我，我花钱请你过来，你问我啊？你让我提建议，我要你干什么呀？有没有脑子呀？我们飞总就这脾气，别见怪啊。是。他被撤了，好事。那个肖像一看就没什么能力，由他接手，估计都不用我做什么，项目直接就能砸。不过呢，这样一来，以后就见不到他了。见鬼了！我干嘛要见他？别笑了，我们领导不在。不在，去哪儿了？休假。我问的是去哪儿了。不知道。不知道。没事，我自己问。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他挂我电话干嘛呀？您现在又不是他的甲方，他没有理由接你的电话呀。那个，你还有他其他的联系方式吗？有，但无可奉告。为什么呀？隐私。不是，就这么个小小的破案子，至于吗？啊，一个个给我摆着臭脸看。你鬼啊！你走路没声音。飞总，犯了错就得认，男人嘛，就得有个男人样。我犯什么错了呀？你真不知道吗？我告诉你，我不想知道，我也不需要知道，我不知道。我从没见过你这样的人啊！把大家搞得那么惨，还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不是你干什么？我怎么害大家了？你说呀。你不说，不想知道。我让你说。
说就说，我们组没日没夜的干了那么久，你进来这么一搅和，所有人的辛苦全都白费了，你知道吗？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案子而已，多少钱我全都赔给你们，行吗？我是男人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吗？你刚才说给多少？不是，这不是钱的事儿。你把我们童姐害得在公司里面受那个肖翔的鸟气，士可杀，不可辱。果然是那个肖翔排挤童梅，内疚了，自责了。自责？我告诉你，我的世界里就没有这2个字。嘴硬。气死我了！这个混蛋！喂，周总。哦，好，我现在马上过来。周总，你，哎，你来的正好，我刚刚跟你领导说完，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都是我搞砸的。谁让你多嘴的？我不是为了帮你，我是看不起肖翔那种小人。你现在就过去告诉他，你赢了，出口恶气。我怎么做跟你没关系。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不知好歹呢？飞总，我跟我的属下有点话要谈，能否给我们点空间呢？童薇，我知道你这个人争强好胜，凡事都喜欢争个高下。可是我真没想到你会变成这样。周总，这谢小飞不是我找来的说客。今天早上他走进会议室，发现对方是肖翔，就立马放了人家的鸽子，跑到你办公室去找你，看到你不在，就来到我这儿，非要把你拉回到项目。你还说他不是你的说客。您之前说的没错，我是喜欢赢。但我要赢得光明正大，靠人说情这种事情不是我做的。如果他是自发的行为，那我更得骂你了。为什么？你是乙方，他是甲方，他现在跳出来替你承担责任，这意味着什么？这什么都不意味，我们俩就是再正常不过的甲方跟乙方了。男欢女爱人之常情，可是童薇，你不要忘了，这里是 CAEA， 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应该很清楚，对吧？我很清楚。我非常清楚我该做什么，所以我很确定地告诉您，我很讨厌这个人。您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了。